真的跟 Myvi 很像。那个，可以的。I mean， 如果你胆子够大，你可以一两个一辆。因为上云顶这种事情，有时候不是说你马力大你就能够，你知道吗？就能够割到车的，纯粹是要看你自己对，这条路多熟悉。你知道哪一个地方应该 push， 哪一个地方应该收，哪一个地方应该收。OK， 收踩。OK， 我现在已经看到缆车了，所以没有错，这个地方的海拔已经超过1000公尺。So this is the all-new Toyota Vios， 第4代的 Toyota Vios， 你可以叫它做东南亚版本的 Toyota Vios。它在马来西亚 CK 店本地组装有2个版本 ，1.5E 卖89,600块 ，1.5G 卖95,500块。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上一支制作 Vios 的这个 slide show 已经有超过7万个 view， 所以那支影片主要是分享它的这些 specification， 它的外观内饰的规格。那今天这一集呢，就会主要在它的试驾体验方面，它的加速表现、它的变速箱反应能力，还有它的山路过弯表现等等。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也帮忙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 我觉得 Toyota 是刻意把它设计到好像一个 D segment 的 Camry 这样子。我甚至还看到了 Toyota Mirai 的影子，特别是这个蓝色。其实之前上一代的 Vios 已经是有 Nebula Blue 了，可是因为来到这一代车型，整个 shape 完全不同，你会觉得是2款不同的颜色，是同一个 Nebula Blue 来的。So， 怎么讲？我自己个人的浅见就是，我觉得它太不像 B segment 了，就是它又有 Lexus 的风，又有 Camry 的风，又有 Mirai 的风这样子。它是好看，它肯定是好看。每一代的车型很少有车子是越设计越难看的啦。只是我会觉得这个外观造型它太过激进了。Compared to Honda City，Compared to Nissan Almera 来讲，当然外观造型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啦。重点是它要有用，它要实用。像这边有 Auto High Beam Control 自动调节远光灯 ，logo 上面有一个镜头，就是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下面有 Radar， 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而且 Front Bumper 这边呢，它是有一个通风口的，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用来冷却你的刹车盘，像那些 Ferrari 跑车等等。但它确实是通风，而不是一个 fake vent， 而且用了很多的黑色 high gloss black 去点缀它。车尾造型同样给我一种小孩子穿大人衣服的感觉，它有一点 over sporty 啊这种感觉啦。你看它这边有 high gloss black 的这个鸭尾翼，然后整片都是高光泽黑，就连这个 LED 车尾灯都用了黑色的框来包围它。然后 rear bumper 底部这边呢，就有很多鲨鱼鳍片，1片、2片、3片、4片、5片、6片、7片。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这辆车子充满了浓浓的战斗气息，好像至少有140匹这种感觉，它没有啦。所以这边有一片这个东西，整个是非常的立体。第4代 Vios 的轴距是2620mm， 上一代的 Vios 是2550mm， 它增长了70个mm， 但它并不只是加长轴距，因为整台车子是用了一个 New Platform 全新的底盘。有趣的是，我刚才打开玻璃过后，我看到有写着一排字 Designed by Daihatsu in Japan, Made in Malaysia。所以他们不能够否认什么，因为你就刻在引擎里面，告诉你 Designed by Daihatsu， 由 Daihatsu 来设计的一款 B segment sedan。那它在造型上面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Toyota Malaysia 写 All New Fastback， 它叫它 Fastback 啊。Fastback 的意思就是车顶不是传统那一种 sedan， 它是比较流线型下来的，所以也会直接压缩你的头部空间。所以这个 Vios 即便轴距增长了70mm， 它的后排空间、的行李箱空间，甚至它的 fuel tank 都是比上一代的 Vios 还要来得小。除了行李箱空间缩小之外，地板底下没有备胎。那如果你的胎压没有封要怎样？Toyota给你一个胎压 repair kit，
再来呢，这个 New Vios 它的后排是不提供60/40分离倾倒功能，所以这个车子是椅子就是 fix 了的，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放倒，中间也不能够，这边甚至没有这个放手的地方，放杯架什么它都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东西，可是它这边多了冷气出风口，有2个 FM， 然后下面有一个 USB 蓝色的，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接口。如果你真的俾我二揀一60/40或者是 Aircon， 我会选择 Aircon 啦。这样为什么要2选1呢？你要问多大？所以中间地板隆起来的地方一样不会太高，因为这是一个 B segment， 没有4驱版本，所以中间就是 OK， 坐3个人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你从画面上已经能够感受到，我的头发已经是磨到这个白色灰色的车顶了啦 ，OK。如果我坐直的话，直接是到我的车头。我的身高是178cm， 你不用178啦，你175也是会跟那了的。所以呀，所有的 fastback， 自从我讲 Arteon、CLA、CLS、Audi A5、BMW 4 Series Grand Coupe、2 Series Grand Coupe， 同样的逻辑，同样的道理，你要美就是要牺牲头部空间。X3 to X4 GLC to GLC Coupe X5 to X6 same story， 你要美就是要牺牲掉头部空间，所以只是问题是它又没有很美哦。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要做这样写的啊？这个我也是不明白啦，你要去问多大。besides that， 它的质感都是皮革感觉，然后它的缝线等等都是非常的ADAS， 而且门边这边呢，我最近讲 video 已经很少用ADAS 这个字了哈 ，OK 。然后这边有杯架，还有皮革包裹等等，会有一点 hard plastic but it doesn't matter， OK， 这个价位的车没有问题。第4代 Toyota Vios 的内饰质感比马来西亚所有 B segment sedan 还要豪华。它比 City 豪华，它比 Almera 豪华，它也比 Mazda 2豪华。那当然是这一块荧幕就 win 了 ，Goodbye 电视机 ，No more 电视机。Toyota用电视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一块荧幕，它的像素、它的质感、它的大小，甚至比274千的 Toyota Harrier 还要高清，还要好用。它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Wireless Android Auto， 这边给你 Wireless Charger， 而且你退车的时候，它给你360 Camera with 3D Display， 这个像素是轻到没有朋友。所以一个 B segment 小车的娱乐作业系统，这块荧幕已经可以比自己的大哥还要劲，这个是很少见的啦。所以这个必须给 Toyota credit。所以我之前已经笑他很多次电视机了。这次没有令我们失望，这个东西值回票价，它也比 Honda City 的好，甚至比 Almera 的好，整个连接速度等等。但这辆车子它还是会有东西给人家挑剔的，就是我知道很多马来西亚朋友会嫌弃它有 Perodua 味，那人家都已经跟你讲了 ，Design by Daihatsu in Japan， 所以它不是 Perodua 味，它是 Daihatsu 的味道，因为大家都是按的。我的频道有300多支 video， 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支都看，所以有时候我还是要跟人家强调，不是谁抄谁，因为Daihatsu本来都是这个 Perodua 的大股东 team， 所以Daihatsu 又是 under Toyota， 所以 Toyota、Daihatsu、Perodua 大家都是一个 family 来的，没有谁抄谁什么，所以当你要 make 这种 comment 的时候 ，Wikipedia 一下啦 ，OK。So Perodua 味道的地方就体现在它的 steering wheel 这些 button， 什么 drive 的 button， 还有这个电子仪表板，它的 design、它的 layout 跟 Activa、Veloz 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有一点点改变。其实 Perodua 那个没有很加啦，所以我觉得跟有 Perodua 味道也没有怎样，因为至少它不是一个难用的东西，所有的 button 都是粒粒分明，然后按起来、操作起来都不难使用。然后这个车子如果要跟 Honda City 比的话，单单是它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360 Camera，CD 给不到你 ，CD 顶多可以跟你讲我有 Honda Land Watch Camera， 可是人家有360 Camera， 完全不用比。然后这个 Vios 就是它高配版的 1.5G 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Brake Hold， 就没有传统的 Handbrake 手刹车。New Vios 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它有这个 Telescopic
就是低配版的 Vios 它的 steering wheel 只可以 tilt up、tilt down， 可是这个高配版的它可以推进去拔出来，推进去拔出来。对于我们这种脚比较长的人，你就可以把 steering 拉过后，拉过后，然后你的这个人就可以坐到不用这样前面，然后你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坐姿。当我开了过后，我发现到它还是有一点假假的，就是它这个荧幕太大个了。Hello， 小你讲小，电视机你讲电视机，大你又嫌大，你是怎样哦？找茬是不是？不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荧幕它太靠前了，你从画面上看得到的，它太前面了，你应该给它斜一点，不然就给它去后面一点了。哎呀，卖嫌别派啦，都已经给你这样，你还要嫌是不是？等下给人家讲。然后为了减轻重量，是不是 Power Seat 啦 ？OK， 所以你一样要手动调整座椅，这个没有东西的。然后再来一个东西会给人家嫌的，就是它的 Ambient Light 氛围灯，它不是像泰国版这样子给你一条这样子，它就是用灯泡会变颜色的灯泡，让你有 Ambient Light 的感觉。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你千万不要去 Toyota Thailand 的 website 去看，看了你就会失望。不要比，没有伤害。然后这边有这个 Soft Touch， 门边有这种钻石型的 Piano Black， 然后 Soft Touch 有皮革，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像 Adiva 可以给你种花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它还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我这边要再三强调，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没有 Stop and Go 的功能，它的 Minimum Speed 跟 Maximum Speed 是被限制了的，它不是无拘无束的 ACC， 它是被限制的 ACC。没有记错 ，Honda 在 Honda CD 也不是给你 Full Speed 全餐的这个 ACC 啦，但有总好过没有。这边有2粒镜头，前面有 Radar、Blind Monitoring、Road Traffic Alert， 很重要要强调，因为 Honda 坚持不要给你，我也是不懂为什么啦。再来冷气这边是没有双区恒温啊，把双区恒温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真的，你可以讲这个 Vios 它的 CVT 很潮，你可以讲这个那个，可是内饰真的是值回这个票价，值回这个 I mean 低配可能没有这么齐啦，我们就95,500块来讲。不过95,500块真的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啦，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子来讲。Go。100，欢迎收看第4代 Toyota Vios AC 100的试驾篇。最新的 Vios 它采用的是 1.5 L 的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代号 2NRVE。那这个引擎呢，它能够输出106 PS 和138 Nm。那它其实是比上一代的 Vios 还要少了1-2匹。扭力从140 Nm 降到138 Nm， 但是你感觉不出来啦，因为这个你知道吗 ？Plus minus 差一点点罢了。重点是因为这个 2NRVE 引擎用在很多车款，其中一个就是 MyV 1.5 L Advanced 的版本。但 MyV 呢 ，MyV 它的马力103 PS，扭力是136左右，所以其实也是 lebih kurang 啦。但你可能会讲 ，MyV 的轴距2500，New Vios 的轴距2620，它比它长了120mm，这 MyV 肯定轻很多，驾起来比较有力咯。但神奇的就是呢，这个新款的 Vios 啊，新一代的 Vios 它的车重 1.5G 的啊，从1035公斤起，1035，I mean 它还比上一代的 Vios 轻了110公斤。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个 MyV 1.5 Advanced 呢，1025公斤 ，MyV 1025，它1035 ，how 110公斤不是个小数目，你知道吗？我自己70多公斤，你们已经差不多是2个成人的重量了。所以 Toyota 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让到这个 Vios 在轴距比上一代的 Vios 增长了70个 mm 的情况下，车重不增反减，降了很多。所以也正是因为它降了110公斤，让到我不觉得它 underpower。坦白讲啊，虽然它的马力不高，甚至比这个 1.5 L NA 的 CD 少了很多，可是我真的不觉得它 underpower，因为它够轻。
但我真的是不理解，因为上一代的呢，它是19550R16，这个是20550R17，17寸大了1寸。总之为什么会轻了这么多公斤？那我可以猜到的就是因为它用的这个 new platform，Toyota 拒绝去用 DNGA， 就好像 Lexus 也不会叫自己 TNGA， 因为那个 T stands for Toyota，DNGA 那个 D stands for Daihatsu， 所以 Toyota 用 Daihatsu 的底盘不可以讲它是 Daihatsu， 这个是一个正常作业 ，OK， 就是没有什么的。就连它用 DCVT 也不可以提，因为 DCVT 是 more on Daihatsu 的东西，所以就点跟你讲，这个是新的 CVT with可以模拟 7 speed， 然后再搭配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这样子。像你之前已经知道了的，它的 steering 就是跟 Ativa 跟这个新的 Veloz，I mean Alza Veloz 一样的，所以也是一个 PWR 的 button， 你按下去。CVT being a CVT 5500转 upshift，5500转 upshift。OK， 现在差不多130、45。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拿来比啦，因为 Myvi 是一个 B segment hatchback， 国产 B segment hatchback。那 Vios 是一个日系品牌的 B segment sedan， 可是因为这台车子它的 Broadway weight 太重了，所以坊间也一直将它戏称为 Myvi sedan。所以我就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但在我拿它来跟 Myvi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之前，我要提醒你啊 ，Myvi 啊 1.5 L Advanced 的 Myvi， 它已经不是卖5万块了，它也不是卖51000块，也不是卖52000块、53000块。现在最新的 Myvi 已经卖到59500块，你加买保险进去，已经是超过6万块了的。所以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跟上，有没有 update 到这个时代的价格。所以顶配的阿夏卖5万，那顶配的 Myvi 卖6万，所以这个顶配的 Vios 会卖到10万，卖到100千，其实也不是什么 ，It's not a big deal， 不是一个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因为各种原因啦 ，OK， 就是通货膨胀，然后很多原物料的短缺，成本上涨。I mean， 你建屋子都知道啦，所有东西都起，就是你的薪水没有起。你花100千买一个 2NRVe 的 Vios， 跟你花60千买一个 2NRVe 的 Myvi， 差了4万块。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 NVH。那所谓的 NVH 呢，指的是它的隔音表现，车子的粗糙程度等等。那因为这个是 DNGA B 平台，就是 Broadway Alza 跟 Toyota Veloz 的那个平台，所以我上一支影片已经讲过，它是 DNGA B， 不是 TNGA B。所以用最简单通俗的方法来讲呢 ，DNGA B 就是一个 low cost 低成本的底盘，相对低成本。那 TNGA B 这个平台就用在欧洲市场的 Yaris。所以这种较低成本的 B segment 通常后面都是用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就是一个非独立悬挂，所以这个也就是 B segment 跟 C segment 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这边海拔太高了，我在 Power Mode 踩了不没起了，连起都是没起了。But expected 啦，我不是讲它，我不是要求它很多 power， 只是顺起，所以你要跟 DCVT 做朋友，你就不能够去怎么讲，不能够去对它施暴，你要轻轻的抚摸它，用你的黄金右脚板去轻轻的抚摸它 ，kiss 一下。那 OK， 我现在为了要测试上云顶的这个山路，我就回去 Normal Mode 先，等到真的是不够辣，我再将它换去这个 PWR Power Mode Go。
OK， 我还没有上啦 ，OK， 踩 ，brake，OK， go， OK， 踩。记住这个声音，记住这个感觉。如果你要驾 2NRV 的车子上来云顶，你就是一直要跟这个高亢的引擎声浪做朋友。OK， 很多车，怎么讲呢？等下先。我跟不到车，等下先。OK， 我不能了，我要换 Power Mode 了。我跟不到车。OK，Thank you very much。他给我过，我也要过得到啊。OK， 摇 Shift。OK， 踩。不够力啊！我觉得它可以 handle 的啦，只是。我笑是因为啊，它这个档位啊，它这个换挡的这个间隔完全不在这个 tempo 上面，你懂吗？好像一个五音不全的人这样子的，就该 up 的 up， 该 up 的时候他没有 up， 该 down 的时候他没有 down， 然后你不要他 down 的时候他跟你 down， 你不要他 up 的时候他跟你 up， 就是他影响到我去准备下一个 corner 了吧？比如你 corner 到 shift。给他姗来迟啊，菜！你很难做出一些很 drama、很戏剧性的东西，因为你必须要 carry 很高的速度去 corner。每一次当你带着很高的速度去入弯的时候，它的减速是不自然的。说实在话，我能够感受到呢。这个17寸205 50 or 17寸的打压在支撑着整辆车子的过弯表现，因为它的轮胎接地面积相对的大啦。我讲大是因为你看，这个 Honda City 1.5 V Spec 185，应该是18560 or 16啊，所以185跟205啊差了20个 mm， 你一条轮胎差20个 mm 啊。这个是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C 轮胎，它不是 Vios 应该做的事情啦。坦白讲，Daihatsu 也好 ，Perodua 也好 ，Toyota 也好，他们从旧的 CVT 变成 DCVT 呢，它最大的作用并不是为了 sporty 啊，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快的换挡速度、更有效的这个降档节奏，不是，他们的诉求是要达到省油效益。所以刚才我在市区开的时候，1个 liter 可以走到19公里，可以走到20公里。那我现在拉了一下，1个 liter 可以走到12公里这样子。我能够感受到 Toyota 在这个悬挂系统上面，它的避震处理是进步了至少15% 啊。就是当你过这些坑洞烂路的时候，它不会像之前这么薄，你会觉得它比较厚，比较厚实。但是真的是这个 gearbox 波动 steam， 它波动掉我所有的 steam， 怪怪的这样讲。你每一次觉得我还要继续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车子就会跟你讲 ，OK， 搞了，卖贪心，啊，你要再来的时候啊，他跟你讲，
在演演，在演演，他跟你讲，冷静一点，冷静啲，冇冲动。再来这个 Vios 呢，它的 maximum speed 是去到180 km per hour top speed 啦，没有记错 ，CD 是可以去到195。但你问我的话啦，我觉得这个车子的 comfort zone 在120吧，到130，that's it。OK， 我不是讲它不可以到180，不可以到160，可以。可是你这样子的轴距的车子，120、130 is just fine 啊，你不要再去远了。可以，传说中最陡的一条山坡。演到这边了，6000转，可以扫。downshift 过，它甚至也不会 understeer。I mean， 你都沒有力啊，你 under 什麼 steer 呢？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啊！我覺得這個 Vios 在駕駛的方面來講，我已經大路、小路、市區路、上山路、下坡路，我已經對它抓到一個 kick 在哪裡了啦。所以它的 conclusion 就是这台车子的 MVH 隔音降噪表现是比上一代的 Vios， 甚至比现在在卖着的 myV 1.5 Advance 还要有质感的。我觉得买 Toyota 的人很多时候，与其说要求很大的动力，更多时候他们比较注重的是 reliability。总之，它就是要很可靠、很耐用、很粗用。很大汗才是这个 Toyota 的价值，所以只是这个 DCVT 真的，你要用省油来看它，你不要用别的东西来看它，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对这个 Vios 有什么意见，也欢迎留言在底下让我知道，我们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增广见闻，多多益善，大家多多交流了。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出端 cut， 记得订阅、subscribe、follow Instagram account。And cut。So this is the all-new Toyota Vios 第4代的。So this is the all-new Toyota Vios 第4代的 Toyota Vios， 代号 AC 100 1.5E 卖989600，600。